隔壁美女姐姐让我去她家啃面包，我没忍住吻了她小嘴，搂住她的腰，却不料下一秒她变成一只大蛇妖。只因这个世界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秩序，全世界停电，太阳不会升起，人类体内觉醒远古血脉，一夜之隔就可能从人变成各种妖怪，甚至可能是威慑天下的魔，或者一手遮天的神。此刻我刚回到家，就看到门后站着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大姐姐，宽松的睡衣遮掩不住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她看上去脸色不是很好，反倒多了几分妩媚感。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突然走到我面前，微微低下身子，揉了揉我的头，小弟弟，你好香啊。她的睡衣很松，一弯腰，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我面前，包括一道深邃的沟壑。我咽了口水，但回味着她的话，觉得有点疑惑。小弟弟，来我家吃顿饭吧，根本没给我拒绝的机会。她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就往屋里拽，不用了姐，我吃泡面就行。我慌忙摆手，哎呀，跟姐客气什么，吃那些多不健康。她力气大得离谱，我像小鸡仔一样被硬生生拖进门，按在桌前，乖乖等着姐去给你做饭。她媚笑一声进了厨房，我借着昏暗的台灯打量四周，满屋子挂着吊带、蕾丝和鱼尾裙，看得我老脸一红，不对劲，这气氛太诡异了，再待下去怕是要出事。还没等我起身，厨房猛地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我吓得浑身一颤，赶紧冲过去，可刚到门口，整个人就像木头一样僵住了。火，有火啊！他指着灶台语无伦次，满脸惊恐，但我死死盯着他的下半身，那根本不是人腿，而是一条细长的蛇尾，墨绿色的鳞片在火苗的晃动下泛着刺眼的光泽。他似乎根本没察觉自己的异变，只是盯着火焰瑟瑟发抖。巨大的恐惧瞬间吞噬了我，双腿抖得像触电，我想跑，又怕惊动他命丧黄泉，僵持了2秒，我强咽下一口唾沫，硬着头皮走上前，啪嗒一声关掉了燃气灶。谢谢弟弟，吓死姐姐了。他长舒一口气，顺势一把缠上了我，冰冷的蛇尾一圈圈勒紧我的腰腿，粉嫩的舌头分了叉，像蛇信子一样舔舐着我的脸颊。我浑身僵硬，如坠冰窟。同居了快1年的美女邻居，不到2分钟就在我面前变成了一条蛇，她的瞳孔正缓缓拉长成诡异的树头，2颗虎牙疯狂暴涨，泛着凌厉的寒芒。弟弟，你好香啊！他口腔中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沙沙声，粘稠的口水流了我一脸，嘴巴逐渐张开，显然已经按捺不住了，冷汗湿透了我的后背，我悔得肠子都青了。醋，脑海中突然炸开一个陌生的声音，强烈的求生欲让我瞬间盯上了他身后的调料瓶，但贸然去拿绝对会激怒他，怎么办？我猛地一仰头，硬生生吻上了他张开的嘴。大姐姐瞳孔骤然一扩，满脸迷糊，趁他发愣，我手臂绕过他身后，一把抓起台面上的那瓶醋，迅速拧开，直接朝他身上浇去。明明只是醋，倒在他身上却像泼了硫酸。他发出凄厉的惨叫，蛇尾猛地松开，整个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我趁机脱身，连滚带爬冲出门外，听着屋内砸碎锅碗瓢盆的动静，长呼了一口气，来不及思考，现在必须赶紧离开这栋楼。刚下楼，一道黑影挡住了去路，那是个浑身长满浓密黑毛的男人，肌肉血管暴起，牙齿暴涨，双眼在黑暗中泛着幽幽绿光。妖怪，怪物直接一个飞扑朝我袭来，我爆发出这辈子最快的速度，一路狂奔冲向小区大门，大门紧闭着，我远远的就冲保安室大喊，大爷，救命啊，快开门！保安室大爷愣愣地看着我，像是没睡醒。紧接着他猛地起身，身上猛然生出一根根骨刺，他怪叫一声，化作一具骷髅冲我奔来，前有虎后有狼，我绝望地刹住脚步。完了，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手机微信，飞速打下我喜欢你很久了，选中列表里几个漂亮妹子，点击群发。做完这一切，我甩掉手机，眼一闭，双手张开，静待死亡的到来。耳边怪物的低吼和骷髅奔跑的咔咔声，像是专属于我的死亡倒计时。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什么来了？我疑惑地睁眼，骷髅和妖怪距离我已不足2米。与此同时，一道赤亮的光芒宛如重剑般狠狠劈开黑夜，引擎的轰鸣声横扫长街，宛若狂龙长鸣。一辆机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这边狂飙而来，车手戴着头盔看不清脸，但不难看出身材极好，哪怕知道自己快死了，我的注意力还是忍不住被车手露出的白腿吸引。机车迅速冲到小区，车头一抬飞出大门，下坠的瞬间直接碾碎了大爷所画的骷髅，墨绿色的液体四处飞溅。紧接着车手紧握车把，单腿支撑车身，另一条长腿高抬横扫，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精准踢中跃起的妖怪。车手长腿一蹬，支起脚撑，稳稳停下。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快到我还没缓过神，依旧愣愣地盯着车手的白腿看。车手摘下头盔，甩了甩身后的高马尾，眼神骄傲地偏头看向我，但下一秒他嘴角抽了抽，怎么是你？我也愣了一下，赶忙收回目光。一鸣，你还会干这个？一鸣嘴角微扬，怎么？我刚刚这一架打得怎么样？我认真想了想，内裤是蓝白条纹的，印了只小猫咪，蛮可爱的。一鸣银牙紧咬，你这种货就特喵的该死。随后一鸣把我带回了他家，坐在沙发上喝了口热水，我这才感觉灵魂归了窍。我眼神一偏，落在趴窗户边打电话的一鸣身上，短裙包裹着挺翘的弧度，双腿微曲，这身材配上这姿势。好，检测到一共有3只妖，现场有幸存者，我来不及处理，辛苦了。一鸣的声音果断冷静，挂断电话。一鸣把手机屏幕对到我面前，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你群发的，你真是扎到头了。我怎么扎了？我连女生手都没碰过。”我一脸委屈，那不是快死了吗？我寻思发这种信息，还能在葬礼上多拉几个漂亮妹子给我烧纸，大家穿得凉快点，搞不好我还能从棺材里坐起来。一鸣愣了一下，我很想问这世界为什么有妖怪，却不知怎么开口。见我沉思，一鸣撇嘴，翻出一条短信，那这个呢？也是你发的？我凑上前一看，号码是空白，内容就8个字：离西小区有妖，救人。难怪一鸣会来救我。不是我果断摇头，不是你那是谁？
一鸣眉头一皱，难道我的身份被其他人知道了？是我。一个声音猛然从我颅内发出，陌生又熟悉。卧槽！我吓得一个机灵，直接站起身。一鸣也被吓了一跳，怎么了？他听不到我的声音，颅内的声音悠悠响起，别告诉他我的存在。我尴尬一笑，赶忙瞎编。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现金没拿出来，得了吧，能捡条命就不错了。一鸣白了我一眼，起身伸了个懒腰，短衫露出纤细的腰肢，累死我了。我先去洗澡，冰箱里有吃的自己找。说完便进了洗澡间，屋内只剩我一人。我看着紧闭的门，缓缓开口：现在该我们俩聊聊了吧？语气别这么冷，要不是我，你现在还在跟美艳蛇妖热吻呢。脑海里的声音带着调侃，别打岔，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简单来说，这世界上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远古存在，之前一直没觉醒，但从今天起，世界失去秩序，他们要觉醒了。一夜之间，你可能变成蛇妖狗妖，也可能变成魔神，就像开盲盒抽卡，都是命中注定。声音语调一转，而我就是你体内的存在。你抽中的小宝贝厉不厉害？我沉默不语。你不信？信。我嘴角扯了扯，我只是难以接受一只远古大妖满嘴的盲盒抽卡。我是读取你大脑信息后汇编的语言，完全取决于你的思想。声音委屈道：你能读取我大脑？我大惊失色。那我的浏览记录，我对那个没兴趣。他无奈道。我干笑一声，那你是什么妖？我也记不清了，沉睡太久，只依稀记得一个天字。要不你叫我小天吧？你怎么没记住个王字？那样我就能叫你小王八了。你是不是很弱啊？我没好气地说，但凡强一点，我现在用得着逃命。小天急了，没我你早进蛇妖肚子了。我的能力是全知，除了我的名字，所有人脑子里想什么我门清。行吧，我懒得扯皮。那你能感知到一鸣体内的妖是什么吗？他是天师。小天秒答。天师是干嘛的？除妖的。我愣住了，我们特么不就是妖吗？对啊，所以你千万别被他发现，否则咱俩都得死。不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我得走。我傻眼了，外面更危险，妖靠吞噬变强，现在上街就像大逃杀，咱俩太弱，出去也是死。脑海里浮现出一鸣一脚踹飞妖怪的画面，我吓得直摇头，待在这也是等死。无论如何我也得离开这危险的女人，我可不想被她一脚踹死。我低声吼道，话音刚落，咔嗒一声，洗澡间的门开了，我偏头看去，眼睛瞬间直了。一鸣身上只裹了条浴巾，露出雪白的锁骨和香肩，白嫩的脚丫踩在拖鞋上，挂着几滴晶莹的水珠。你一个人自言自语说什么呢？他擦着头发问。我猛地回神，我说脚真白啊。不对。一鸣白了我一眼。对了，你住的地方有妖怪，这几天先住我这，处理好了再回去。我挠挠头，孤男寡女的不太好吧？更何况我们这年纪，你不怕？怕什么？就你这样的，我一脚能踹死10个。快去洗澡，你睡沙发。我连忙点头，视线死死粘在他的长腿上。那恭敬不如从命，不是说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里吗？小天疑惑道。我在心里骂道，你懂个屁，我这是不让他起疑心。我推开洗澡间的门，一股带着香味的热气扑面而来，真香啊！这就是一鸣的味道吗？那是沐浴露的味道。小天声音充满了无奈，你才是真香啊。我猛地睁开眼，从被拦腰斩断的噩梦中惊醒，满头是汗，刚喝了口水，腹部却传来剧烈的绞痛，像被塞进了无数把刀尖拼命摇晃。我强忍着痛，打开手机闪光灯，掀开身上的空调被，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血！我昨晚穿着内裤睡在沙发上，现在整个内裤被血浸透，沙发和被子全染红了。卧槽，这是什么？我大惊失色。别慌，这是你身体在我的血脉驱动下自动改造排出的杂质。小天一本正经的解释，和月经相似，俗称大姨妈，你这应该叫月经初潮。我一脸怀疑人生，老子是男的，来什么大姨妈？变妖怪就算了，怎么还带大姨妈的？咔！一鸣卧室的门开了，我吓得赶忙闭嘴，用被子死死裹住下半身。客厅灯亮起，一鸣穿着睡衣，睡眼朦胧的看过来。没事，你瞎叫什么？可能做噩梦了吧？我强颜欢笑。一鸣皱眉打量着我紧捂下身的动作，小脸微红，露出生气的表情。你该不会是在我沙发上做什么龌龊的事情了吧？我人傻了，没，我戒手一活很多年了。一鸣根本不信，走上前就要扯被子，拿开，让我看看，你要敢在我房子里做那种事，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做不了。姐，我没穿衣服。我死死拽着被子，这要是让他发现大姨妈，我以后还怎么做人？但一鸣身为天师，力道比我强太多了，他咬牙猛地一拽，直接一把掀开被子，我全身瞬间呈现在他面前。一鸣愣愣地看着我下身猩红的血，语无伦次。这时我脑袋一转，急中生智，我昨天被妖怪打中了腹部，现在一直出血，那你护什么？早说啊！一鸣有些不好意思，等天亮了我带你去医院。他转头看向窗户，天怎么还没亮？我都睡醒了。他打开手机，顿时呆在原地。我看他表情不对，也打开手机一看，懵了。现在是8点24分，但窗外依旧漆黑一片，全世界陷入永夜。小天悠悠响起，世界失序了。这不仅是停电，接下来能源会紊乱，物质会破碎。从现在开始，全人类的狼人杀加斗兽期开始了。叮，手机推送打断了小天的话。7月2日上午出现千年罕见的日全食现象，请市民减少外出。原来是日全食啊！偏偏停电的时候来。一鸣松了口气，抬头瞪我：你伤得那么重，赶紧穿衣服去医院。现在出去！我背后直冒冷汗，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大街上怪物互相啃食的血腥场面。这不纯纯要我的命吗？一鸣嘴角一抽，只是日食罢了，你一个大老爷们还怕黑？别废话！看着他去换衣服的背影，我有口难言。我多想说一句，我只是来了个大姨妈，喝点热水就好，但实在丢不起这个人。无奈之下，我只能被一鸣连拖带拽的拉出门，前往小区大门的每一步，我都走得胆战心惊。可和我想象的恰恰相反，街上确实挤满了人，
但没一个是抱着人啃的，全都在兴奋地看天空。我皱了皱眉，在心里暗骂：不是说什么全人类觉醒妖怪吗？你又骗我！小天冷笑：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地铁停运，我们只好打车。我借口晕车坐进副驾驶，生怕离这个天师太近被收了。隔着玻璃向外看，城市依旧灯火通明，路上车水马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本就和我原本的2021年世界一模一样，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有妖。大聪明，你终于发现了，妖和天师这种东西都被天师一族死死封锁在了繁华都市的背后，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说不准你原本在的2021年也有妖怪呢。小天慵懒的嘲讽。我看向后排闭目养神的一鸣，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解释？如果不是你，我连天师的存在都不知道。他已经和组织安排好了，3天后带你回天灵界洗脑。小天打了个哈欠，那是历代天师的地盘。我目瞪口呆，洗脑？我一个妖怪去天灵界，岂不是小绵羊进狼窝？小天语气淡然，别怕，蓝星撑不了3天了。20多分钟后，我们在医院下车，刚进大门，身后的街道上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刚才在我们的出租车径直撞上大楼，侧翻在地，流出的汽油中竟夹杂着一滩墨绿色的液体。没空多想，我在候诊室坐立不安。男孩子来大姨妈，这病怎么查？24号，我颤颤巍巍的起身，一鸣凑到我耳边低声警告：今天带你出来以示违规，一会敢乱说话，没病我也让你住院。我毛骨悚然，连连点头。门诊室里，50多岁的医生推了推眼镜：小伙子，什么病啊？我支支吾吾：我昨天下体出血，很多血。医生叹了口气：年轻人有活力是好事，但玩要有度啊。我傻了，这老头脑回路真清奇。一鸣羞红了脸，赶忙摆手：医生您误会了，他被东西撞了才出血的，应该是内脏问题。医生干咳2声：那得做个腹部 B 超和抽血化验，不能抽血。脑海里小天的声音史无前例的慌张而坚定，我心中一惊，硬着头皮开口：医生，能不能不抽血？一鸣白了我一眼，又怕黑又怕抽血，娘们唧唧的，我都替你丢人。我相信小天的警告，直接起身往外走，不看了，我没病。一鸣一把将我扯出门外，怒吼道：说有病的也是你，没病的也是你，谁让你发短信让我惹上你的？你出了事，我也完了。看着他发脾气的模样，我犹豫了。比起正邪未知的小天，眼前这个真实的天师似乎更可靠。为了不让他担心，我妥协了。护士给我抽了一小管血，甜甜一笑。我盯着他半截白腿，突然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才抽了不到50毫升，我竟连站都站不稳了，只能喝着护士端来的糖水休息。化验室内，护士放下抗凝管，穆医生，病人的血样。穆医生拿起血样，眼神突然变得贪婪而疯狂，他拼命嗅着血液的气味，好香啊！穆医生，您没事吧？护士心里发毛，咕噜。穆医生竟一仰头，直接将那管血一饮而尽。护士吓得跌坐在地，穆医生的脸诡异的鼓胀，脸皮一点点被撑裂，像是有什么怪物要从皮囊中钻出来。可怜的你被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小天在脑海中冷嘲热讽，我还没来得及回怼，一声凄厉的尖叫突然响彻楼层。一鸣脸色巨变，语气冰冷至极：有麻烦来了，我出去看看，有事你自己跑。说完冲了出去。小天，外面怎么了？我在心里狂呼，却没有任何回应。走廊里传来阵阵惊恐的惨叫，我推开门，无数人疯了一般从我眼前逃窜，眼神里写满恐惧。一鸣跑了回来，一把死死拽住我的手：快走！怎么回事？我一脸懵逼地跟着他跑，猛地回头看去，那是一只真正的恶魔，3、4米长的身躯爬行在走廊中，糟树皮般的外皮上挂着裂开的人皮和白大褂，长着鳄鱼般的血盆大口，长嘴中含着半截人身子。看那头发上的樱桃头绳，我瞳孔猛地放大，是给我抽血的那个护士。我操！我吓得浑身一激灵，这里怎么也有妖怪啊？一鸣紧皱眉头，我哪知道，平常几年遇不到一只，为什么这几天这么频繁？那你不是会除妖吗？跟他干啊！我边跑边嗷：组织有规定，不在战斗期间不得在众人面前使用特殊能力。一鸣也一脸纠结，我心中一颤，看来小天说的对，这个世界的规则正在崩碎。我混在疯狂逃亡的人群中，医院1楼被挤得满满当当，老人被挤倒，小孩嚎啕大哭，求救声、哀嚎声吵得我头疼。卧槽！我突然重心不稳，被人绊倒在地，被迫松开了一鸣的手。刚想起身，一个满脸胡茬的病号服大叔死死扯住我的衣服，痴迷地盯着我喃喃：好香啊，好香啊！我一阵作呕，一脚将他踹开。不是吧，阿 Sir， 都这时候了还想着搞基？起身一看，一鸣已被冲到10米开外，医院门口集合。他冲我大喊：好，你先出去！我拼命朝门口挤，人群末端惨叫不断。那只妖怪开始了杀戮，大门保安没弄清状况，只开了个行人通道，一次最多过2个人。整座医院瞬间变成绝望地狱，男人们叫骂扭打，女人们哭啼着，甚至有男人趁乱对前面的女人伸出咸猪手，哭声骂声混杂。我被挤得头晕目眩，突然熟悉的话语声再次传来：好香啊，好香啊！我偏头看去，一个小女孩独自在人腿间挤来挤去，眼角挂着泪，却失了神般死死盯着我。哎，别挤了，有孩子！我大喊着想去拉她，却眼睁睁看着几双脚狠狠踩在她身上。你们疯了，脚下有孩子啊！可我的喊声被瞬间淹没，突然人群猛地安静，一个男人飞到了半空，双腿狂踢，双手死死掐着自己的脖子，很快七窍流血坠落在地，而将他举起的正是那个浑身扭曲的小女孩，她依旧死盯着我。好香啊！不对，我惊恐地环顾四周，周围10几个人突然都不挤了，齐刷刷转头看向我，像幽灵般齐声低语：好香啊，好香啊！他们痴迷地伸手朝我抓来，妈的都疯了！我咬牙推开他们，趁大门完全敞开的瞬间冲了出去。街道上车水马龙，路人正拿着手机录像。一鸣，小天，我边跑边喊，毫无回应。回头一看，我顿时头皮发麻，一大批人像丧尸般身着手死追着我。最离谱的是，
几个人跑着跑着，皮肤撕裂，长出獠牙骨刺，化作巨型怪物，一口吞掉身边的人后，周围人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死追我。我靠，说好是灵气复苏，怎么变生化危机了？为什么都追我啊？这种异变像病毒般传播，路边拍照的人脸色一变，也加入了追我的队伍。越跑人越多，不跑就会被活生生分尸。呼呼，我跑不动了，喉咙像塞了烧红的煤炭，双腿如灌铅。回头望去，追我的人铺满整条长街，看不到尽头，全世界都要吃掉我。哇，你是偷别人钱了还是摸别人屁股了？怎么这么多人追你？绝望之际，小天的声音在脑海炸开，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小天，你终于出来了，你不是全知吗？到底什么情况？小天傲娇冷哼，要不是你死我也死。我真不想搭理你，谁让你听那个臭女人的话去抽血的？哥，我错了，以后我再和女人说话我3年不起来。快告诉我怎么活命啊！我嗷嗷直叫。小天淡然道：你越跑追你的人越多，肯定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躲啊。玩我呢？人口这么密集的城市哪有没人的地方？我眉头紧皱。地铁站，小天打了个哈欠。马路上，一排排汽车正等着红灯，一名司机点燃一支香烟，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突然他感觉像是地震了，车前面板饰不断晃动，同时轰隆隆的嘈杂声从远处压来，仿佛乌云袭来。司机眉头一皱，摇下车窗，叼着烟探出头朝声源处一看，映着路灯，远处的街头，一个少年正疯狂撒腿跑，身后黑压压的一片，像是一群人。司机忍不住一笑，这是给人戴了多大绿帽子，被追着砍啊！但下一秒，他两眼一瞪，烟掉地上也没回过神。不仅仅是人，还有无法形容的怪物。一只巨兽在人群中咆哮，一口咬住4、5个人，疯狂甩动，带尾巴的，长翅膀的，满嘴牙的，活生生把地狱搬到了现实。司机赶忙弃车，嗷嗷乱叫着逃跑。世界末日啊！对啊，地铁停运肯定没人。看来你也不是一无是处嘛。我赞叹道：切，你从昨天开始就一直靠我提醒才活下来的好吗？小天没好气地说：你特么抽血给我抽昏过去了，好不容易恢复点力量全没了。我理亏，支支吾吾不再说话，咬着牙拼命往地铁站引。呼呼，小天，你上辈子是不是被人追着砍死的？遇到你我一直在逃命。我喘着粗气吐槽：慢慢跑吗？不急，你跑得再快，有身后那些妖怪快吗？小天十分悠闲，这句话如晴天霹雳。我回头一看，对啊，身后那群妖怪只是死死跟着我，丝毫不敢冲过来。为什么？我大惑不解。小天迟疑了一下，我只能读取到他们脑子里的敬畏，想吃你又畏惧你，说不准你体内隐藏着什么恐怖的存在，转世来拯救末世呢。我正沾沾自喜，小天翻了个白眼：喂，自恋归自恋，别在心里骂我废物。说话间，已经到了地铁站，只有一个安保人员在巡视，我来不及解释，朝他扇了扇身上的汗味。我香吗？安保人员懵了：你有病吧？但下一秒，他眼神呆滞，开始呢喃：好香啊！我满意的一把将他推倒，这就对了吗？现在怎么做？脱衣服，去厕所洗手台把汗洗掉，躲起来。小天指挥，地铁站裸奔，明天的头条岂不是我社死？放心，明天头条是人类灭绝，快点！小天讥讽，二话不说，我直接脱光衣服扔在地上，光着身子翻过闸机，一抬头对上监控，我尴尬一笑，看监控的人估计要自闭一辈子了。吼！身后的妖怪嘶吼而来，我回头一看，顿时作呕，那安保人员正趴在地上疯狂舔舐我的衣服，紧随而来的妖怪群直接把他分食了，开始为了那几件衣服疯狂撕咬，趁他们抢衣服，快去洗！小天提醒我，忍住呕吐感冲进卫生间，蹲在洗手台上草草冲洗，打满洗手液擦干身子。行了，接下来干嘛？小天十分期待，看见门口那个绿的大垃圾桶没？钻进去。我满脸拒绝，你故意找茬是吧？你出汗体味重，垃圾桶的味道都不一定盖得住。小天一本正经，我打开垃圾桶，酸臭味扑鼻，桶壁上全是陈年老垢，我死也不进去。砰砰，巨大的脚步声响彻地下，夹杂着妖怪惊悚的尖叫。他们找来了，随你，他们只是敬畏，但总会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妖。小天悠悠恐吓，我浑身打了个哆嗦，低头用卫生纸死死包住自己的隐秘部位。你干嘛？小天疑惑，怕被感染，我还未经人事，得保护好武器。操！小天完美表达了内心的无语。我咬牙闭眼，捏着鼻子钻进垃圾桶，肌肤碰到黏糊的污渍，胃里翻江倒海。我盖上垃圾桶盖，留了一条缝，一方面是怕自己被闷死，一方面是观察外面的处境。脚步声很杂乱，显然那些妖失去了我的气味很急躁，甚至还能听到几只妖在互相对打。差不多20分钟吧，他们就能恢复原本的人样和神智了。小天说。我皱眉，你怎么知道？我全知。小天鄙夷道。我突然想起什么，哪个人皮都烂了，还能变成人？觉醒后的肉体改造罢了，先破后立，和你的大姨妈一样。小天解释，只不过我太弱，只能循序渐进。咚咚咚咚，脚步声朝厕所逼近，几只3、4米长、长满鳞片与骨刺的妖怪爬了进来。他们像鳄鱼一样在后车区巡猎，满嘴利齿绽放寒芒。我透过垃圾桶缝隙往外瞄，心脏快蹦出嗓子眼了。别过来，别过来！我在心里疯狂画十字架，你就差在整串佛珠了。小天嗤笑，好巧不巧，一只妖怪循着血迹缓缓走来，他嗅到了我擦身子的卫生纸，一口吞下吧唧嚼了起来，那密密麻麻的牙齿看得我头皮发麻。吃完纸，他笃定我在这儿，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的找，终于他回头盯住了门口的垃圾桶，正好和我的眼神对上。完了，我还在纠结要不要逃，他以喜悦的狂吼一声，张着血盆大口朝垃圾桶扑来。第一个吃螃蟹的妖来了，我眼睁睁看着巨口放大，脑子里闪过无数条美腿。再见了，2021年。就在这时，一阵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光芒从我左臂爆发，充斥整个垃圾桶。砰！紧接着是妖怪凄厉的惨叫。哦，我瞳孔骤缩，一个穿黑色风衣的身影凭空出现，竟单手接住了猛扑的巨妖。他稳如泰山，抓住妖头，二话不说就往墙上猛砸。
砰砰砰，墨绿色的汁液迸射，他硬生生把半只腰砸进了墙里，抽搐2下便不动了。这惨烈的一幕看得我大脑空白。比起妖怪，这人更像怪物吧？外面的群妖闻声赶来，将他团团包围。风衣男轻笑一声，他缓缓抬起右手，身后黑色的影子竟如烟雾般立了起来。群妖嘶吼着从四面八方扑向他。风衣男手掌一翻，猛地下压，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跃起的群妖悬浮在半空，连散落的血液都凝固了。砰砰砰，仿佛一股恐怖的重力狠狠按下，群妖被硬生生砸进碎裂的地板中，裂纹如蛛网般蔓延。妖怪们在地上抽搐吐血，惨叫连连。1秒之间，这里变成了群妖的屠宰场。风衣男身后的黑雾瞬间炸开，化作无数漆黑的金属箭矢，暴雨般射向地上的妖怪。噗噗噗，墨绿色的血雨倾盆而下，箭矢在他们体内爆炸，彻底剥夺生机。随后，黑雾又如灵蛇般聚回风衣男身后，消散无踪。他弹了弹风衣，缓缓转身，看向我藏身的垃圾桶。他脸上戴着一副漆黑流动的面具，没有眼睛，只露出一双满是胡茬的凌厉嘴唇。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刚刚的屠杀，我还以为他是个流浪汉。风衣男没有迟疑，一把掀开了垃圾桶盖，露出了里面光着屁股的我。虽然看不到他的眼神，但他抽动的嘴角显然表明他懵了。我尴尬的笑着，把手里捏着的卫生纸摊给他看。我说我是来拉屎的，你信吗？他提着盖子僵在原地，显然被我整不会了。胡说，你在这吗？是一鸣的声音，他怎么找来了？这不是送死吗？我惊恐的偏头看向门外，再一回神，风衣男已经不见了。我长松一口气，来无影去无踪，世界末日还没来呢，超级英雄就按捺不住了。胡说，你还活着吗？一鸣的声音在地铁站回荡。我一咬牙，我在卫生间。一鸣闻声匆忙赶来，一进门就张开双臂，你担心死我了知道吗？我从，但当他看到站在垃圾桶里光着身子的我时，嘴里的话戛然而止，张开的手臂也有些僵硬的放下。这都半个多小时了，一鸣怎么还不回来？我骂累了，懒得再搭理小天，往地上一坐，看向地铁入口，说曹操，曹操就到。一鸣拿着衣服匆忙跑来，红着脸别过头递给我，外面乱套了，我找了3条街才买到的，辛苦了。我遮住隐秘部位去隔间换衣服。一鸣突然一句话让我步伐一滞，哎，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我问，你看到了？不是，哪像小孩了？一鸣也反应过来，脸更红了。不是，我是说你怎么那么白？穿好衣服出来。一鸣递给我一部手机，在门口捡到的，屏幕裂了点，应该是你的。我惊喜接过，当时逃命要紧，衣服手机全扔了。刚打开手机，推送的新闻却让我浑身颤抖。异形入侵，是日食吗？是地狱降临，冷汗直流。哪怕末日能制止，人心中的末日也已无法拯救。当下之急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小天沉声提醒，妖心中有敬畏，但人心中只有欲望。我长呼一口气，走，我们先回家。一鸣脸色难看地点了点头，两人沉默不语走到地铁出口，顿时愣在原地。这哪还是街区，分明是叙利亚分战区。汽车燃着熊熊大火，无数豪车像烂白菜一样侧翻在地，人们四处逃窜，几辆车踩死油门试图逃生，却低估了天上那些长着翅膀的妖。他们像秃鹫般扎下，抓住汽车飞向高空，再狠狠丢下。车里的家庭或情侣瞬间被摔成肉泥，被群妖分食。各色妖怪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逮到人就往嘴里塞。绝望，这可怎么活啊？我声音颤抖。小场面，小天很轻松。这些巨大恐怖的妖怪只是凡阶，没有神智。我帮你选了隐藏气息，你在他们眼里就是空气，而一鸣是天师，气息会让妖忌惮。我底气渐复，偏头看向大街上一个嘶哑哭泣的孩子。可是这些人怎么办？别圣母心了，这次失去让世界回到了弱肉强食。小天冷笑，我强迫自己冷血一点，拍了拍一鸣的肩膀，我们快走，趁没妖怪注意。一鸣没动，死死盯着那个孩子，因为哭声，3、4只妖怪正朝孩子逼近。你疯了？周围那么多妖，你一个人救得来？一鸣没说话，他双臂一震，红芒绽放，两柄短刃凭空出现，他白嫩大腿上也浮现出2道红色的符文，别具韵味。别问，问就是天师。他看都没看我，似乎知道我要问什么。我知道，天灵界的天师吗？我淡淡的说。一鸣吃了一惊，疑惑的看我，我学着他的语气，别问，问就是全知。谁要问你？他身体下压，修长的白腿用力一蹬，整个人直接跃出4、5米远。黑暗地苍穹下，一鸣在混乱的大街上跳跃突进，像只敏捷的猫闪避过废弃汽车，迅速接近哭泣的孩子。他大腿上的红色符文在黑夜中熠熠生辉，画出一道道夺目的红线。呜呜，妈妈，我好害怕！小孩子闭着眼大哭，丝毫没注意4、5只狮子一样的怪物已逼近。后，这群妖怪看到鲜活的孩子，兴奋地低吼一声，分别从不同方向朝他扑去。咔一声脆响回荡在空气中，一鸣赶到了，他身形还未落下，双臂用力一展，2只手分别刺中扑来的妖怪，鲜血喷涌，3只妖怪瞬间倒地。快跟我走！一鸣蹲在小孩子面前，我好害怕。妈妈，男孩没有动，依旧在哭着。一鸣心疼不已，一把抱住他，别怕，姐姐带你回家。可下一秒，他美眸猛地一瞪，剧烈的疼痛从背部传来，我好害怕。男孩依旧在重复这几句话，但已经不再是哭泣，反而像是恶灵的低语，双手化作钢爪，生生刺进了一鸣的后背。我靠，是街妖怪，你这也太倒霉了吧！小天无奈道，他们能保持人形，硬融合宿主。看着血液缓缓浸湿一鸣的后背，我急了，强压恐惧。我一眼盯上墙边的拖把，妈的拼了！我扛起拖把，牙一咬，逆着逃命的人群，朝妖怪最多的大街中心跑去。周围的妖怪就像看不到我一样，我3步做2步冲到男孩身边，举起拖把。我丝毫没注意到，举起的那一瞬间，整个拖把突然绽放出一道道璀璨刺眼的金色光芒。我赶忙扶起昏倒的一鸣，快步离开。
还忍不住鄙视。世界妖怪也不过如此，还不是一棍子的事。前方200米左转，大商场2楼有药店。小田指挥道。我把上衣脱掉，死死系在一鸣背上止血。还好这娘们腰细，再胖点都系不上。做完后，我背起她朝商场狂奔。刚到商场，我就愣在原地，用土匪进村来形容都有点侮辱土匪。男女老少在商场中疯狂掠夺，白炽灯下，每张脸都写满贪婪。世界末日了，想拿什么拿什么。他们像蝗虫一样洗劫各个楼层。我咽了口水，扶着一鸣小心翼翼地奔向2楼药店，但还是晚了。药店里已被洗劫一空。靠，连治脚气的药都被抢完了。我忍不住骂道，眼神焦急在人群中搜寻。兄弟，找药！一个贼眉鼠眼的男生从角落钻出，压低声音，你需要什么药？我一喜，赶忙把一鸣放在躺椅上，露出他背部的伤口。他被利器刺中了，有没有消毒水、止血绷带？男生看到一鸣眼睛一亮，眼神猥琐的在他小蛮腰和白腿上扫动。极品啊，伤得真重，死了太可惜了。我拼命点头，你有药吗？那肯定有啊。男生咧嘴一笑，不过我抢这些药可是费了大力气。我表情一僵，随即掏出手机，我懂，多少钱我给你？男生伸出5根手指，50是吧？行，我转你。我打开付款码，心急如焚的看向一鸣，打发要饭的呢？5000。男生夸张的叫道，5000。我傻眼了，这又不是你的药，这是你抢的，你凭什么？男生笑得更开心了，五官都皱在了一起。凭什么？你还真幼稚。凭这个世道，凭这个天不会亮起，凭你没有药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痛苦，甚至会死。操！我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给了男生一拳。体质改造后的我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一拳直接把他鼻子砸出了血。你还知道这个世道？信不信我能打死你把药抢过来？男生摇摇晃晃2、3步才站稳身形，他摸了摸鼻子，看着猩红的血，依旧笑着，打死我啊！对啊，没有秩序了吗？打死我也没人管。不过药在我身上吗？你打死我怎么找到我藏起来的药呢？怎么去救你的宝贝女人呢？我咬着牙，手臂上青筋暴起，打我啊！怂逼！男生擦着血，不屑的一笑。我长呼一口气，硬生生把自己心中的不耐烦与暴躁压下去，变得低声下气起来。行，我全身上下只有2000块钱生活费了，你看看能卖我点绷带和止血的药吗？男生冷笑一声，本来想拒绝，但眼神一瞟，看到躺在椅子上昏迷的一鸣，忍不住舔了舔嘴唇。2000块钱也不是不行，但是得让我给他单独上药。放心，我学护理的，还是很在行的。我咬着牙，死死地盯着男生的丑脸，拳头紧握又松开，松开又握起，别给脸不要脸了。末世之中谁都无法单独活下去，你把药给我，我保证你不会被妖吃掉。男生不屑一顾，差不多得了，别给我画饼了，这情况别想着什么抱团了，得过且过吧。你怎么不说以后能给我1个亿呢？滚开！我突然扑向男生，咚的一声把他按倒在地。妈的，你还要打？那行，我陪你。男生也吓了一跳，一咬牙想对着我就是一拳，但一拳还没有挥出，他眼神一滞，一只锋利如铁的羽毛刺破玻璃直穿而来，生生扎进不锈钢货架里2寸，玻璃在延迟1秒后猛然炸裂破碎，碎片洒了我满身。呼！我惊魂未定的长呼一口气，起身抖了抖身上的碎玻璃碴子，向不远处看去，那是生活用品区，一只浑身长满羽毛的4足动物嘶吼着，它身上迸发出的羽毛直接刺死了身边的所有人。男生也缓缓站起，脸色煞白，那只羽毛不是冲我们来的，只是误打误撞飞向了这边，但如果我及时扑倒它，恐怕那只羽毛已经洞穿他的脑门了。其实我也没反应过来，是小天的提醒，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妖，一点前兆都没有。我看着那只妖疯狂撕咬刚刚和我争吵的人，眼角忍不住抽搐，正常，极端的情绪引起的罢了。小天淡淡的说，快走吧，很快这里就不止一只妖了。我点了点头，这个道理我懂，一只妖怪出现会引起周围的极度恐惧和不满，恐惧也是种情绪。我瞥了一眼身边颤颤巍巍的男生，叹了口气，明明离药都已经这么近了，还是被人性这种东西给阻拦了。小天说的对，目前来看妖对我的威胁并不大，主要还是人。喂，看什么？不要以为你救我一命我就会给你药，我可没让你救我。男生往后退了一步，赶忙声明，一副生怕被我讹上的样子。我面无表情，看都没看他，直接背起一鸣就要往楼下走。在我的脑海中，小天已经把另一家药店的位置给我了。哎，男生一愣，显然是没看懂我的做法。你不救他了，便宜点也行，2000就2000吧。我头也不回，一步也没慢，径直走下楼梯。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身后有人扯我，我不耐烦的回头，正是那个男生。他一咬牙往我手里塞了一把钥匙，我叫魏乐钱，交个朋友。说完他就直接跑了。我一愣，看了看手中的钥匙，上面写着标注地下2层地区4号仓库，这意思是把藏药的地方给我了。我摸不着头脑，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妈降价总要装作要离开的样子了，这就是欲擒故纵吗？不，小天的声音悠悠响起，停顿了几秒，像是在思考。这家伙不一般，我有种预感，他要么成为你的最强助手，要么成为你最棘手的敌人。管他呢，有了目的地和希望，我就不再耽搁，因为我能清楚地感知到一鸣的体温在不断下降。地下2层应该就是地下2楼，我快速到了地下2楼，按照标注找到了一区第4间仓库。咔，钥匙一转，锁应声而开，我心中一喜，赶忙推开门，一股花露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说是仓库，不如说一间住房，里面摆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摞书，一台小台灯，墙上写着几个大字：努力学习，好好搞钱。虽然简陋，但收拾的都很干净，显然一直都有住。而我苦苦寻找的药就凌乱的摆在地上，和一堆速食食品、生活用品堆放在一起，显然是那个男生刚搬下来还没来得及整理。他是住在这里的吗？难怪有这里的钥匙。我把一鸣先放在床上，赶忙蹲在地上药堆中寻找，药品太多了，堆在一起找起来很麻烦。在小天的提示下，终于找到了需要的药。我手里拿着绷带和碘伏，
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一鸣，脸突然微微泛红。以前做梦都想干的事，现在真要做了还有点害羞呢。小田戏谑道：“啧，一个小房间，没外人没监控，昏迷的少女加上干燥的你，没事，你是来救她的，只是没忍住，犯了点这个年纪都会犯的错误。要是我醒来也会原谅你的，你要是个女的就太好了。”我撇了撇嘴，可惜眼前这位是一个比汉子还汉子的美少女。为了压抑心中不安分的冲动，我把一鸣身子翻了过来，看着她肩胛处的伤口，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伤口很深，血肉被扯了出来，隐约可看到白森森的骨质，血流得很少了，像是快流尽了。我看着就头皮发麻，要不是我冲得快，她的双臂可能都会被生生扯下。我颤颤地掀起一鸣的衣服，可能是衣服沾连了血肉，撕开的一瞬间，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一鸣的身子本能地颤动了一下，肉眼可见的疼痛，一手撑起衣服，一手试图抹药，但看到一鸣雪白的背，我还是一阵口干舌燥。尤其是当手碰到她冰凉滑嫩的肌肤时，我感觉脑子一阵空白，感觉浑身都像是充血了一样，喘息都加重了，那种触感太折磨人了。我现在开始有点佩服那些小说中的主角了，他们面对美女的时候总是那么正经沉寂，但是我只是一个18岁的大一学生啊，和女孩牵个手都能的那种，哪见过这场面？我赶忙偏过头闭上眼，一边上药一边默念着：不能看，不能看，我得忍住啊！但我看不到，在我闭眼的那一瞬，我的手臂金色流光盈盈升起，就像我吸收那些妖怪一样。但这次光芒却是向一鸣的伤口处涌去。很快，一鸣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只是持续了2-3秒，光芒就消散了。但一鸣苍白的脸上开始恢复气色，这些都是我看不到的。我一心在想一会绑绷带怎么办？绷带总得在他衣服下面绕几圈吧？那不得碰到他的那什么？我脸上为难，可心里激动又兴奋，把一鸣扶起，手在他衣服下把绷带绕一圈，一不小心。一脸痛苦地念叨着：“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这一点确实没办法，就当是救你给我的报酬了。”什么报酬？熟悉的声音冷冷地响起，我吓得浑身一颤，一抬头看到一鸣眼神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满脸不可思议，结结巴巴地问：“你什么时候醒的？我真的什么都没干，要不你觉得你还能穿着衣服和我说话？”一鸣白了我一眼，把我的手从自己的衣服下面扯出去，低着头默默地把剩下的绷带继续缠好，半晌也吐出2个字：“谢了。”我尴尬又害怕地站在原地，心里正盘算着什么和他解释，一听这话，缓了一口气：“没事，当还你冤情了。不过下次可别再圣母心发作了。”整个世界从天不再亮起开始，就不再有可怜和无辜之人了。一鸣没说话，但从他那沉思的表情来看，内心想必是纠结与痛苦交织。他抬头环视了陌生的四周，皱了皱眉：“这是呢？一家商城的地下室，上面现在估计已经是全是妖怪了。”我说道。一鸣点了点头，其实他心中还有很多疑惑，但他也明白那些问题问了也没多大用，只会浪费时间。说实话，住在这里也挺好的，你看有药，有吃的，有生活用品，还有……我清点着地上散落的物品，发现竟如此丰厚，足够我和一鸣生存2个星期的。还有床是吧？一鸣对了一句，起身理了理自己的衣服。我赶忙摆手：“别，我可没这么想。不过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勉为其难的答应。”答应你妹！一鸣刮了我一眼：“你自己住着吧，我得回去找到我的组织，世界能不能回归正轨，就看天师了。”我点了点头：“那行吧，我和你一起。来，我背你。”“不用，我能走。”一鸣一把推开我，迈开长腿就往外走。看着他浑身是劲的样子，我拿起刚刚给他抹的药膏，一脸疑惑：“这药牛逼的吗？”起死回生，跟着一鸣回到商城上面。果不其然，10几分钟还是大妈抢菜，现在已经变成了群妖荟萃，玻璃碎片和碎木板到处都是，吊灯和彩灯半吊在天花上，一闪一灭，血肉内脏铺满地面，血腥味堪比屠宰场。我忍着吐意，跟在一鸣身后。一鸣面无表情，大摇大摆地从对咬着的妖群中走过。要是有不长眼的妖挡路，直接一刀插脑门上，再麻利地拔出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走，就像是在宣泄心中的不满。可能他也不明白自己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的世界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善意却只为自己换来了一身伤。一鸣的家离这里还是很远的，想要走回去恐怕得5-6个小时。我正在纠结这世界末日还能不能用打车软件打车，只见一鸣走向了一辆电动车，一脚把上面的死尸踹飞，朝我昂了昂下巴：“你特么还打车呢？你怎么不点个外卖啊？”我手机拿给一鸣看，你还别说，世界末日了还真有个接宅急送的外卖小哥。别废话，一鸣没好气地说。我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坐上了电动车，手自然而然地搂住一鸣的腰。一鸣浑身一僵，眉头都皱起了，刚想骂出口，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改了口：“报警了。”我紧紧抱住他，鼻息间全是他头发的味道，忍不住贫嘴：“哥哥，你骑着小电动车带着我，交警看到了该不会罚我的款吧？”一鸣撇了撇嘴，懒得搭理我，直接速度拧到最高，2个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的城市中。说实话，这种感觉太爽了，骑着车直接按着直线距离朝家的方向赶，直接骑进商场、超市、洗浴中心、博物馆等等大型建筑。路过步行街的时候，路两边的小摊早已无人看管，香气腾腾的烤串、铁板烧等等一条街都是。我和一鸣也快1天没吃饭了，而且2个人都经历了大量的运动，闻到肉香也意识到自己早就饿了。我满手攥满了肉串、水果串，怀里的袋子也塞得满满当当。我吃一口，再伸向前面让骑着车的一鸣咬一口。时不时我会故意逗一鸣，故意晃动让他咬不住，把他气得咬牙切齿，直接停车下来踢我。妖魔纵横的大街上，人们都躲在角落或家中，颤颤巍巍，拼命祈祷。只有这2个家伙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一路上吵吵闹闹，疯疯乱乱，嘻嘻哈哈。就这样一边吃一边前进，1个小时就到了家。早晨刚出来时，楼下人们都聚在一起玩闹，等着看日食。可现在空无一人，只有塑料袋在天上无依无靠地飘荡着。
到了小区门口，一鸣直接把车一扔就跑着上楼，我抱着串一边啃一边跟着，一路上楼，整栋楼都没有任何声响。一鸣一心急着找组织汇报，没心思去想；我一心吃烤肉，也没心思去想。只有小天疑惑的出了声：“不对啊！”我咬下一口羊腰，舔了舔满嘴的油。什么不对？人们体内陆续爆出妖怪，世界陷入一片恐慌。可这个小区里一只妖也没有。如果这可以用概率低来解释，那为什么这个小区也没有人？小天悠悠地说，声音愈发冰冷。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我朝外面看去，但附近几栋楼里还是有不少灯光亮着的房间。你瞎说什么呢？这不都亮着灯的吗？没看见人，可能是藏起来了吧？我说道。可是，在我的感知区域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小天凝重起来，我把吃完的竹签一扔，不以为然。你想多了，也许是因为世界末日来了，都出去抢超市了呢，或者是你的感知坏了。你那么垃圾，能感知多远？小天不再说话，我又继续上楼，到了一鸣的家，一打开门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一枚芯片，手指一捏直接碎了，化为星星点点的粉末漂浮在空中，形成一个透明的屏幕。我刚进门就被这一幕震惊了。天师一族这么高科技的吗？不都是拿着符拿着桃木剑驱妖的吗？这就是时代进步。一鸣没搭理我，注意力全放在了屏幕上。屏幕上显示着9个人的头像以及各种详细的资料，我看不太清楚，但能清楚的看到其中有7个人的头像框变成了红色。一鸣刚打开这个界面，瞳孔猛地一张，纤细的小手直接捂住嘴巴，晶莹的泪水抑制不住的流出。我一愣，赶忙走上前，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一鸣蹲在了地上，泪水划过脸颊，落在地上，吧嗒一声摔得粉碎，就像他此时的心。我从没见过他崩溃到这种程度，哪怕周围遍地是妖，哪怕被自己救的人伤害，哪怕差点死去，他都是面无表情，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只是现在，像是他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被人狠狠割掉了。我一时间不知所措，赶忙把烤串放在一边，手忙脚乱去扶一鸣。可我刚走过去，还没来得及碰到他，一鸣就自己站了起来。抱歉，失态了。他用纸巾擦了擦脸，淡淡的说，声音中听不到任何的情绪波动，但从他那通红的眼眶、紧咬着的牙齿中不难看出他在强忍着痛苦。怎么了？我见他情绪好多了，才轻声问，但一鸣没理会我，自顾自地瘫坐在了沙发上，双目无神，像是浑身的力气在那一瞬间都被抽干了。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缘由，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只得默默地坐在角落吃着烧烤。我相信一鸣这种要强且坚韧的女孩子一定会自己把伤口填好的。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鸣开口说话了，轻佻的声音在房间中回荡，既像是说给我听的，又像是在缅怀着自己的过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天师的，我不想多问，也不想多说。天师一族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被称之为天灵界。对，我之前说带你去更好的地方去看病，说的就是天灵界。这个世界里存在着太多杂乱的东西，比如鬼、妖这一类不干净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古代人绝不会闲得蛋疼编出来吓唬自己。天灵界依附于这个世界而存在，所以守护世界成了每个天师毕生的使命。天师一族斩妖除魔，深受人们的歌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切都变了。科技的来临，让天师出现了窘迫的局面。科技的力量太强大了，比如腾空飞行，日行千里。天师需要极高的修为才能做到，而人们只需要坐上飞机便可以轻松到达。同时，由于历朝历代的天师压迫，妖魔鬼怪已经很少了，仅有的也只敢在夜晚现身，伏魔降妖的过程人们看不到了，便从心理上感到天师越来越没用了。没有了危难，也就没有了敬畏。后来，人们开始在天师的后面加上骗子一词，天师被迫下台，全部回到天灵界。但天师一族始终忘不了祖训，一直在黑夜中默默守护着这个世界。不管身上受了多少伤，不管刀上见了多少血，每次天际翻起鱼肚白，第一缕黎明之光洒在身上时，一切劳累与痛苦都烟消云散。这句话是我师父宣灵对我说的。我从出生就被抛弃在街边草丛里，因为我身患绝症。师父在这个世界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违反规定把我带回天灵界，用了很大的代价换了我一条命。一鸣，这个名字就是他给我取的。我身世惨，希望我能一鸣惊人。他教会了我很多，无论是天师修行还是为人处事。每次当我看到英雄这2个字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肯定是他的身影，但他还是死了。审判下来的死因是窥视且企图抢夺天灵界禁忌力量。鬼知道那禁忌力量是什么？那种莫须有的罪名，我们新一代天师都不行，但是没人敢查，也没人愿意查，哪怕是他视若己出的我，他那一代的天师都受他的牵连而革职，这个世界就由我们这一代来守护。换言之，我接管了他的任务，终于成了他。可是我却没有想象中的快乐。这个世界被天灵界划分为上千个区域，每个区域都会安排几个人镇守，时刻巡查，以防万一。我师父镇守的就是这片区域，现在归我管了。我和其他8名天师同舟共济，协同作战，我们之间的友谊经历过生与死的淬火。我当年立下2个誓言，一定会替我师父守护好这片区域，一定会保护好我的战友。可今天世界混乱，我第1个誓言失约了，但想想全世界都沦陷了，这不是我的责任，但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第2个誓言也会失约。我一直默默地听着，听到最后才明白一鸣的崩溃。师父的死让他失去对理想的憧憬，战友的死让他失去对现实的希望，而且这个血淋淋的现实在告诉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和当年无奈看着师父死亡的小丫头一样，没有丝毫的长进。想要守护的人依然会像水一样从他指缝流走，这种痛苦与绝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我张口又闭口，最终还是说，这也不是你的责任，也许是他们那边觉醒了太多太强的妖怪，别太自责了。一鸣没有说话，眼神空洞洞地看着墙，他心中已经没有希望了。
就像一根蜡烛，心被抽出来了。无论怎么做，它再也不会熊熊燃烧了。我站在一边，看着一鸣，就像是在看着以前那个干劲十足、雷厉风行的一鸣在一点点的死去。以后再也不可能看到那个骑着机车驰骋街头，一脚踹飞一只妖怪救下我的女孩了。我这么一想，感觉心里就像是空了一块，仿佛真的有个人默默的死去了。不行，我一下子站起来，走到一鸣身边，一把拽住他的马尾，扯到他眼前。操，高马尾女孩绝不认输！你要是真在乎他们，就去他们住的地方，找到杀死他们的妖怪，为他们报仇，而不是在这嘟嘟囔囔逃避现实。一鸣一惊，但听完我的话，眼神中仿佛有光芒绽放，但很快就熄灭了。他摇了摇头，我也想这么做，哪怕是违背命令再疯这一把，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住址。为了防止内部矛盾导致发生命案，我们都签了保密协议，不得向成员透露出个人信息，甚至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代号。说着说着，一鸣像是想到了什么，话语一转，但我们的团长知道，因为团长是后期层层选拔过来的，更为强大且守规矩。我一听这话，脑子里也想到了什么，背后猛然一凉。我刚刚看到9个人里还有2个人的头像没红，是哪2个人没死？一鸣一愣，他没搞懂我想要说什么。一个是我，一个就是团长，可能因为他比较强，而我比较幸运，所以就……等等，我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打断了一鸣的话，那我们这个小区人应该都死完了，你在胡说什么？一鸣眉头一皱，显然是没听懂我上下不接的话。他不清楚，但我心里很清楚，甚至清楚到害怕。回来的时候，小天说没有感知到有活人的存在，我还没在意，但现在和一鸣的7个战友死去联系在一起，我就感到背后发凉。你相信你那位团长吗？我试探着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一鸣脸色有些难看。我们彼此都是可以托付后辈的人。我一咬牙，也不拐弯抹角了，直接把自己心里的猜测说了出来。那个团长很有可能叛变了。一鸣听完话，美眸猛地一张，写满了难以置信。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一时语塞，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了。小天告诉了我周围的居民都消失了，现在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我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出那个团长趁世界大乱，贪欲横生，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找到这个区域的天师，利用信任一个个的杀掉，而恰好一鸣因为我而出去了。团长来到一鸣住的地方，却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直接把周围的人全杀了。但这怎么能说给一鸣听呢？除非暴露出小天的存在，这可是万万不能的。一鸣知道我是妖，那我可就先嗝屁了。但不说也不行，万一我猜的是对的，那一鸣岂不是危在旦夕？我为难的舔了舔嘴唇，心里一急，不耐烦的骂了出来：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去问那个团长啊！8个人死了7个，就活1个他，你不问他，你问谁？总比你在这愁眉苦脸的强多了吧？一鸣无奈的叹了口气，但天灵界的规矩，不在战斗期间天师不得随意交谈，除非那个团长主动找我。去他妈的规矩！我听着就来气。我没想到平时威风凛凛的一鸣另一面竟这么死脑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规矩呢？妈的，外面妖怪吃人的时候，你和他讲规矩有用吗？什么脑残天灵界，这外面群妖纵横，怎么没见一个天师出面？一鸣低下了头，沉思片刻，一咬牙，在芯片生成的浮空屏幕上点击了那8个人中唯一一个没有红色边框的头像，不难猜出，那就是团长了。团长的头像也没有露出脸，只能看出他一头干净利索的寸头，面罩蒙住了他的脸，只露出一双坚毅凶横的眼神，像狼一样。头像旁边写着小字，代号引狼，16区团长。点击头像后进入了一个聊天界面，一鸣还没来得及点击输入框，系统上就出现了红色的提醒，当前未接收到战斗命令，擅自相互联系导致的所有后果将自行承担。一鸣长呼一口气，发送了信息，在，他们为什么都死了？他能看到队友死去，团长肯定也能看到。消息发送了出去，一鸣默默地等待着，浑身紧绷着，双手食指交织撑着下巴，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是焦急，是害怕，亦或者是祈祷。我在旁边看着，感觉他就像一个等着暗恋男神回信息的小舔狗。等了10几分钟，我站不住了，累了一天了。说实话，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觉。一鸣还在坚守着，我无奈，先去洗澡了。感受到水流的温暖流经全身，我才有种灵魂回归的感觉。我长呼了一口气，缓缓放松身心。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小天的声音突然响起，把我吓得一激灵。擦，大哥，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是妖怪，会把我这种凡人吓死的。小天一本正经说，认真的。我想了想，为什么？小天言语中带着几分担忧。不管事情的罪魁祸首是不是团长，能在1天之内杀死7个天师的人，肯定是我们目前惹不起的。他思索了一下，继续说，起码是个降级的妖，而且只会更强。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还是吞噬妖怪，不断变强。就你这智商，惹上这种存在，恐怕只会送命。我嘴角一抽，什么叫我这智商？你咋不说你垃圾呢？放心，我分得轻轻重缓急。再说，我也没说要帮一鸣啊，只是给他出点主意嘛。他复仇我肯定不能跟着去，看把你吓的。小天叹了一口气，就你这尿性，哎，我回对几句。可小天不再出声，我也只好作罢。洗完澡一出去，看到一鸣还在等着，忍不住走了过去。你怎么跟个舔狗似的？你等到死他不想回还是不会回？何必折磨自己？累一天了，先去洗澡睡觉吧。一鸣眼神凝重地点了点头，他身心交瘁，确实很累了。我看着他走进卫生间，摇了摇头，哎，要是有一天他能像这样舔我该多好。别做梦了。小天鄙夷的声音响起，趁他洗澡，赶快去他卧室里偷点卫生巾，在左手床头柜2层。我一愣，你这是什么癖好？再说你要有这癖好，不得偷他用过的吗？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小天咬牙切齿，
恨铁不成钢。你现在来，月经啊，1个月来一次，一次来30天。我想起那晚的疼痛，倒吸一口冷气，摊上你真倒霉。说着还是朝一鸣卧室跑了过去。行了，要是我像那些凡阶妖怪那样破体而出，你倒霉了。小天冷哼一声，对了，挑夜用房侧漏的，不会用我教你。深夜，我在沙发上猛地睁开眼，又是那个梦，那个没有头的男人挥着一柄巨斧狠狠地砍在自己的腹部。我拿起桌子上的手机一照，果不其然，卫生巾下透出一抹暗红，可能是有了心理预警。这次我没有慌乱，脑海中回味着那个梦，那个无头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我在心中问。我看不了你的梦。小天说，哎，算了，我昏昏沉沉，也懒得纠结一个梦了，赶忙起身去换掉卫生巾。还好这次小天提醒，要不又弄得到处都是。女孩这辈子也很不容易，从小疼到大，以后谁再跟我说多喝热水，我也急。我换下回到沙发，忍不住感叹一声。突然在手机灯的照耀下，我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我揉了揉眼，可窗外什么都没有。远处几栋楼的灯光半夜2、3点了还在亮着。关灯睡觉。小天声音悠悠响起。我一愣，怎么了？小天声音愈发凝重，有东西来了。我一听，吓得身子一颤，就像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说有鬼来了一样，赶忙把手机灯一关，手和脚赶忙缩进被子里，头也埋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众所周知，被子是一个强力的结界，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不能隔着被子伤人。我就这样闷了几秒钟，突然意识到了不对，我现在身上有隐藏气息这一能力，一般的妖怪都无法感知到我。一鸣是个天师，气场只是会让低级的妖怪忌惮不敢靠近，而一鸣的家在8楼，这么高，外面飘的就肯定不是人了。妖怪还敢来靠近这里，那就说明这妖实力不简单，而且肯定是冲着一鸣来的。这样一想，我赶忙一掀被子起身，小心翼翼地走向一鸣卧室，轻轻打开门，刚打开一道缝，我背后一阵发凉，床上一鸣胸脯一起一伏着，显然是在熟睡中，但他的旁边却站着一个黑色身影，低头看着他，看着看着，缓缓对着一鸣伸出了手。住手！我看不下去了，大喊一声，赶忙冲了进去。为了壮胆，我还打开了手机闪光灯，灯光点亮了房间，那是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脸埋在阴影中。一鸣也被吵醒，一睁眼看到床边的黑衣人，也赶忙坐了起来，手臂一震，短刃出现。你是谁？斗篷下发出富有磁性的笑声。那个人摘下了帽子，露出了面目，一头短发，会有狼图腾的面罩遮住了脸，只露出一双含有野性的眼睛。我一时间觉得很熟悉，还没想出来。一鸣惊喜地叫了一声，一激动直接扑上去抱住了男人。尹狼，你没事太好了，正是那个团长。尹狼笑着揉了揉他的头，我也是怕你出事，才特意过来看看。我看着穿着宽松吊带睡衣的一鸣依偎在这个陌生男人的怀中，虽然我和一鸣没有关系，但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本来我也能拥抱他的，只可惜当时我光着屁股浑身还脏。我看了他们两个像久别的情侣一样相互诉说世界失去后的遭遇，越来越不爽。看着看着，我突然走上去，二话不说，一拳砸在尹狼的脸上。尹狼干懵了，一鸣也懵了。一鸣赶忙喊，胡说你干什么？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团长。我一阵冷笑，你还怕他出事？你是怕他不出事吧？尹狼的脸被我这一拳砸得通红，他揉着伤口不耐烦地看向一鸣，这家伙是谁啊？操，都抱半天了就别装了。我一脸鄙夷。一听这话，尹狼脸色一变，阴狠一笑，我说怎么没感知到你？原来这女的家里还养着一个大佬呢。既然被识破了，他也不装了，双拳一握，手背上出现了一根根骨刺，宛若利爪，刺向一鸣。一切都发生太快，一鸣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但也许他反应过来了，只是不愿意相信罢了。曾经可以把生命交给彼此的战友，现在竟然把刀尖对准了自己，那曾经的誓言算什么？那曾经一起流过的血算什么？骨刺在他的瞳孔瞬间放大，他猛地回过神，曾经已然只是曾经了，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再也不会是他的战友了。他是真的想杀死自己。一鸣赶忙起身，想在床上一个侧翻想闪避攻击，但他刚起身就感到脖子后面一阵闷痛，眼前瞬间一黑。尹狼一愣，身形下压，止住了自己向前扑的动作。他半跪在地，骨刺像是切豆腐般直接穿透了瓷地砖。他抬起头，满脸惊恐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鸣昏过去不是他干的，而是我。但现在的我和刚刚看到的那个颓废少年判若两人。一道道玄秘古奥的纹路在我的身体浮现，生辉，同时浑身皮肤碎裂开来，像一块块干裂的土地。裂痕之中溢出的不是血，而是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光芒，宛若实质般充斥在整个房间里。整个房间闪亮的宛若白昼，我的头发无风自动，周身围绕着一道道炽热的光圈。如果不是我只穿着内裤，那这一幕堪比神明降世。我一步踏出，脚下的地板咔咔作响，裂出蜘蛛网般的纹理。我身后的木门也像是承受不住某种压力，从中间裂开，木屑横飞。我抱起昏迷中的一鸣，轻呼出一口气，气雾中都带着金色光泽。人，我的，打，奉陪。但周围可不止一只降级妖怪盯着这边，你自己选。我淡淡的说，声音宏大如钟磬之音，带着仿佛来自九幽深渊的无尽威压。尹狼半跪在地上，豆大的汗从他的额头落下。他半跪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承受不住这股压迫，更别说打了。他迟疑地看着我，这个明明刚刚还一脸见样颓废的家伙怎么会这么强？一鸣又是怎么认识到这种身份的人的？但现在思考这些问题无疑是在送命。尹狼鼻梁一皱，算他命大。话音刚落，竟之间从原地消失不见，只有窗外一道暗芒闪向远处。尹狼这边刚走，我就像是没电了一样，身上的金光瞬间暗淡，裂痕符文也随之消失。我把一鸣放回床，自己也一屁股瘫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浑身冷汗直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耳边响起小天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声音：操，舒服了吧？我看你后面怎么活？你是真的贱啊，还有脸说不会帮这个娘们，让你睡你不睡，妈的现在好了，惹了一身骚。
原来我起身来一鸣卧室的时候，小天就一直在阻止，但我一心操心一鸣，就当作没听见。然后我看穿尹郎也是靠小天，尹郎不是叛变了，而是已经死了，不准确说是半死不活。小天告诉我，尹郎身上没有一丝天师的生命气息，他已经被掏空了，只是一个躯壳，有东西寄生在了他体内，所以系统才没有把他判断为死亡。也就是说，有个强悍的东西想杀死这个区域的所有天师。如果不是一鸣今天陪我看病，也早就死了。他杀死了其他7个，没有找到一鸣，而一鸣发的那个信息可能他才看到，意识到他回家了，直接就迫不及待过来想收他的命。可是他没想到一鸣的家中有着一个隐藏气息的我，他本以为整个小区就剩一鸣一个人了，想直接动手。所以当他看到突然闯进来的我时，心里也猛地一慌。他自身实力并不弱，能感知到周围几公里的一草一木，怎么没感知到我这小子？但杀人成性的他临危不乱，企图用尹郎的皮囊来换取一鸣的信任，可又没想到竟直接被我给看穿了。他心中开始对我忌惮起来，但又感知不出我到底是什么实力，慌乱之下直接对一鸣出手。反正不管怎样，把这个女的杀死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来了，他眼睁睁看着我一记手刀打晕了一鸣，还没回过神，就又看到我竟然从体内爆发出恐怖的气息，那种压迫让他站都站不起来，无法被感知，识别不出实力，一眼能看出自己的伪装。恐怖的气息，种种现象都在表明着是个隐藏的高手。尹郎体内的存在害怕了，他打不一定打得过，而且正如我所说，周围觉醒出来强大的妖怪，可不止他一个，都在虎视眈眈，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呢。他只好先撤为妙，先回去汇报。一鸣身边藏着一个无敌的高手，他没想到的事情太多了，他甚至没想到。而此时的我正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大口喘着气。我靠，刚刚我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从哪来的？太帅了！小天心累的道，幻象罢了，这波叫扮猪吃老虎。哎，这下完了，肯定要惹上麻烦的东西了。当时我看着尹郎抱着一鸣，心中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毕竟人家2个是好战友，而我和一鸣可以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本想着不打扰这2人了，直接走出卧室，突然小天的声音响起，充满了警惕。不对，这个尹郎不是天师，准确来说，他体内天师的气息全部消散了，他只是一具皮囊，一个行尸走肉。我一惊，随即心中莫名其妙的一喜，直接走上去一拳砸在了尹郎的脸上，真爽，让你抱他。心里这么想，但表面还是要一本正经的，装出高深的样子，冷笑着揭穿了尹郎的伪装。其实小天也没看出尹郎体内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只是说别装了，却说不出尹郎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但凡尹郎沉住气，再装一装，演一演，我还真没办法。但尹郎急了，主要面对未知的我，他心里也慌。我看到尹郎出手，整个人都傻了，只听脑海中小天喊出，不想让那娘们死就拍他后脑勺。虽然我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慌乱之中还是轻轻朝一鸣拍了一下，而且我的内心已经慢慢开始对小天产生依赖感了。只是轻轻的一拍，一鸣竟莫名其妙的昏了，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整个房间4个人，只有小天是最淡定的。你不是一直想扮猪吃老虎，装逼打脸吗？机会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身上就开始爆发出恐怖的气息和纯粹的金光。本来我也慌，但一看刚刚抱着一鸣一脸高冷的尹郎半跪在自己面前，浑身颤抖，满脸惊恐，直接就进入了角色。开演，我一步踏出，说出了那句中二无比但自以为很帅的台词。虽然听上去很油腻，但效果不错，直接把尹郎吓跑了。但小天心里很清楚，但凡尹郎不知天高地厚，敢出手试探一下，就能发现全是假的。小天和我满心的后怕，但凡这个尹郎体内的东西聪明一点点，多想一点点，那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完了，本来一个尹郎我们就打不过，现在又打肿脸充胖子，那他回去岂不是得找更多更强的妖怪来追杀我？我后知后觉。小天没好气的回怼，你还有脸说？还好尹郎体内的家伙和你一样是个大聪明，否则咱俩早就归西了。他的实力是降级，幸好他被你吓住了，一时慌乱没有释放全部实力，否则他动一动手指，你直接就灰飞烟灭了。要不你以为这整个小区的人怎么全体人间蒸发？听着小天的话，我很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还是没敢说出口。我还提前叮嘱你，别掺和这娘们的事，非不听，还想着让他舔你呢。你现在和狗的区别就是直立行走。小天越说越气，骂的也越来越重。我终于忍不住了，小声嘀咕的一句，那总不能看着他死吧？我要是不知情就算了，可就在我眼前啊！再说他不是也救过我吗？小天怒了，他救你那是他的使命，他的信仰，他救你为了满足自己价值，他哪怕被尹郎杀死也觉得圆满。你呢？你活下去都难，惹了一堆强敌，他又不喜欢你，值得吗？我沉默了，我不得不承认，小天说的对，小天一直以来都在为我处心积虑，拼尽全力的让我活下来。如果没有小天，我早就没了。而且这是末世，危机四伏，弱肉强食，自己又这么弱，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我听小天的话，关掉手机，躺沙发上睡觉，一点麻烦都不会有。我明天依旧正常起床，去街上随便骑个车，拿点吃的，然后按着小天的指示去找死去的妖怪吞噬，一点点变强，在这繁华乱世有立足之地。但现在这种平静安全的生活就不可能再有了，以后无论我去哪，都将有一批降级甚至以上的妖怪追杀我，直至死亡。我一脸纠结与痛苦。小天不知道是骂累了还是于心不忍，话语停了。过了几分钟，小天才长叹一口气，别垮着个脸了，起来，是把他上一次自己走，还是带着他一起走？选一个吧。我知道小天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走得越快越好。谁知道尹郎会不会带人杀个回马枪？我看着床上鼻息平缓的一鸣，内心又是一阵波动。说实话，今天一天就有2次机会了，
又白又长又细又腻的长腿在黑暗中都泛着弱光，我伸手就能摸得到。我犹豫片刻，还是长呼一口气，抓住一鸣手腕，背起了他。小天无奈，也习以为常了。果然，我走之前路过桌子，看着上面已经凉了的一袋烧烤，想了想还是拿上了，还不知道外面有没有食物，先储备着。我背着一鸣走下楼梯，整栋楼都寂静无声，比坟地还冷清。我一想到整栋楼都是死人就头皮发麻，下楼的步伐也不断加快。走出楼，我问：“那我们现在去哪？”小天也在迟疑，不知道。总之先离开这个区域就对了，最好是往城郊乡下去。城市人口太密集，出现妖怪的几率就更大。我点了点头，背着一鸣走出小区，走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路灯还有宫殿，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走一会才想到自己应该找辆车，而我们骑回来的那辆车钥匙不知道被一鸣扔哪去了。我在街边寻找电动车，但都是之前停好的，上锁了。共享单车也停止服务了，走完整条街也没找到一辆可以骑的车。我累得气喘吁吁，不停擦着头上的汗。陪女人逛街已经很累了，更别说背个女人逛街了。我走一会停一会，这样走估计走3天都走不出这座城市，更别说走出这个区域了。小天都看不下去了，哎呦喂，你要是真喜欢这个娘们就现在把她上了，上完赶紧跑着走，比这样快多了。你不仅是个大聪明，还是个大情种啊。我长呼一口气，确实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我擦了擦汗，袖子都已经湿透了，擦完汗眼神无意往地上一瞄，顿时一愣，路灯在我的身后，把我的影子投射在身前，但我的影子一旁不远处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影子，一鸣在我背上，影子和我的重叠在一起。小天连尸体都没有，肯定也没有影子。那这个影子是谁的？我这么一想，心如坠冰窟，背后再度凉了起来。自从世界失序开始，我的背就一直在凉，比空调还好使。我僵硬的扭头一看，空荡荡的大街上什么都没有，一股风席卷过几片落叶，只有几辆被抛弃的车和一个分类垃圾桶，而且离我很远。难道是看错了？小天，我们旁边有人吗？我害怕，妖怪复苏就算了，难道还会闹鬼？小天很疑惑，怎么了？方圆10里就你和你背上的娘们2个人。我皱了皱眉，我很相信小天的，既然小天都这么说了，那周围肯定是没有人了。但刚刚看到的影子是什么？我咽了口水，再看地面时，根本就没有刚刚的那个小影子。幻觉吗？我不敢多停留，继续背着一鸣往前走。我现在只想找到一辆车子，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可能是因为害怕的缘故，我也不知道累了，加速走了起来，但视线总是不经意的往地上瞄。走着走着，那个小影子又出现了，我心中一寒，看那影子的长度变化，似乎还在一直变长，有东西在跟着我们，而且还在不断靠近。我的心都蹦到嗓子眼了，我在心里骂小天：狗天，你是不是犯困了？你看看这地上是不是有个影子？小天一看也一愣，不对啊，我确实没检测到有人啊。我心想坏了，这肯定是撞鬼了。我一回头，可大街上却还是空无一物。我看着身后的空气，仿佛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脸色煞白、眼球泛红、满身是血的女人。我被自己的幻想吓出了个冷战，颤着声音说：大哥大姐，现在这世道不容易，我和你直说了吧，我是个妖怪，身上背着的这位是个天师，你不惹我们，咱们各走各的路。你要是想惹，就算这个天师不会出轨，我一个妖怪也能嘎嘎咬死你。我说完，等了片刻，但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只有一阵微风拂过。我强装着淡定，那你不回话就当你默认不惹事了，那我们就走了，别再跟着了。说着我转身就要走，其实我是想跑，奈何身上背了个人。哥哥，但一个微弱空灵的声音从身后追来，像一个幽魂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嘴角一抽，我靠，该不会真要打一架吧？我僵硬的回头，眉头一皱，空荡荡的街上只站着一个小女孩，眼睛死死盯着我，水灵灵的大眼睛，灰扑扑的小脸蛋，看上去可爱又可怜，但我只觉得可怕。我装出一副凶狠的表情，信不信我咬死你啊？我是妖怪，大妖怪。然后我心中慌乱地问小天：哥，别装死啊，你会嗷呜嗷呜叫2声吗？小天回答：嗷呜嗷呜。我白眼一翻，得，还是跑吧。我刚想转身就跑，但小女孩的声音再度传来：哥哥，我靠，你饿也不能想着吃我啊！我是妖怪，也是吃人的，咱同一行的就别内卷了。但定睛一看，才发现小女孩的眼神一直盯着自己手中已经凉了的烧烤。我一愣，把手中的烧烤甩了甩。这个小女孩眼睛一亮，乖巧地点了点头。我长呼一口气，早说啊，果然时代在进步，鬼吃肉都要整烧烤了。我把烧烤扔在地上，指了指说：给你了，别跟着我了。小女孩小嘴一抿，点了点头。我如释重负，赶忙背着一鸣就走。我背着一鸣加快步伐，前面就是街拐角了，只要一拐就远离这条街了。但出于好奇，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街上空无一人，放在地上的那袋烧烤也消失不见。我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孩子是个讲究人，拿了东西就走。哥哥，吃完了。奶里奶气的声音突然从身前传来，我吓得一激灵，刚松的一口气又猛地提上来，差点没把我噎死。我回头一看，刚刚那个小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前，小手提着空空的烧烤袋子，水汪汪的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我，我都快崩溃了。卧槽，你怎么跟个鬼一样？阿布，你本来就是鬼，不过这一大袋子30几串，我自己吃都得大半天，这还没有5分钟呢，你就造完了？你深渊巨口吗？说着，我又回头扫了一眼，身后的大街上没有一根竹签子，签子呢？你也吃了？小女孩低着头，嘟着嘴，点了点小脑袋，我哭丧着脸。这一天天的遇到的都是什么奇葩啊？你饿个屁，反正我是没有吃的了，你自己去找吧。我绕过小女孩继续往前走，脑海中已经幻想出我不给小女孩吃的，结果小女孩饿极了把我和一鸣一起吃了的场景，越想越害怕，哪怕后背和腿已经开始发酸发疼了，还是忍不住加快步伐。但走着走着，一看路灯下的影子，
还是会多一个小影子。我回头，小女孩这次连躲都不躲了，就直直的站在我身后，一脸可怜相的看着我。说实话，这要是在几天前在街上看到这么可爱漂亮又浑身脏兮兮的小女孩，我肯定会心疼的不得了。但现在哪还敢啊，连这家伙是鬼是妖都分辨不出来。小天也很纳闷，奇怪，为什么我感知不到他的存在，就好像他也可以隐藏气息一样，不是一般人。我心想，这玩意还不是一般人，那肯定不是人啊！谁家7岁小孩5分钟啃完30根串，还是连签子都咽下去的？我无奈的冲小女孩喊了声：“别跟着我了，再跟我就生气变成打妖怪吃你了。”小女孩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就眼巴巴的看着我。我被盯得心里一阵发毛，手上加大了力气，把一鸣背得更紧了，然后撒腿就跑。我就不信邪了，一个小兔崽子再牛逼也能跑得过我？我溜死你！但10分钟后我就认识到错误了，我跑了10分钟就实在跑不动了，走都走不动了。一鸣身材确实是好，1.65米朝上还不到100斤，但这是100斤啊，一个大活人啊，能背着走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我气喘如牛，肺都快喘出来了，嗓子里像是含了口痰。我先把一鸣放在马路牙子上，然后坐在一边扶着他，不管了，先歇会。我跑得不是很快，但绕了很多小路，就不信那孩子还能找到。下一秒，我心就拔凉了。哥哥，你累了。奶里奶气的声音再度响起，越是可爱，我听着就越可怕。小女孩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蹲在我面前，看着我喘气。我已经累到懒得害怕了，喘着粗气，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我也是个傻 X， 早就应该想到你会闪现的。我跟你比赛跑不是找罪受呢。小天乐了，有进步，起码会自我定位了。我懒得对他了，但眼神一瞄，又忍不住一慌。小女孩蹲在地上，但眼神开始瞄向靠在我肩膀上的一鸣，小下巴一动一动的，显然是在咽口水。我赶忙打了个停止的手势在小女孩的眼前。别，这玩意可不能吃，这是姐姐哥哥以后要用的。小天忍不住笑了，就你那逼样，给你用你敢用吗？我懒得搭理他，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这个小女孩的注意力引开。谁知道这孩子是什么东西，万一没忍住把一鸣吃了，那下一个不就轮到自己了吗？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烦一个个的找上门来了。走，哥哥带你去找好吃的。我也没心情歇了，无奈又背起了一鸣。好爷，小女孩一听笑逐颜开，高兴的蹦了一下，就像是听到爸爸要带她去游乐园一样。我刚起身，小女孩自然而然的就牵住我的一根手指。我一愣，但想起小时候照看孩子的经历，我没有拒绝，这是一个小孩子表达信任最直接的方式。小女孩的手潮热的，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凄寒，所以我眉头一皱，这孩子不是鬼，还真是个人。我低着头，尽量把声音压得很温柔，试探着问：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女孩一边踢着小石子一边走，吃。我点点头，名副其实。又问：那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你妈妈呢？小女孩抬起头，可爱的咧嘴一笑：妈妈被我吃掉了。我不寒而栗，赶忙闭嘴，越聊越害怕。算了，这孩子当人不太合适，还是暂且当成鬼看吧。毕竟谁规定的鬼一定没有体温呢？黑夜的长街，温暖的路灯下，我背着一个熟睡的少女，手里牵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3人在夜色中行走着，看着手机上的导航一点点的朝城郊走去。幸好几条小街上还有几家没被抢的便利店和饭店，吃一家店一家店的吃。进便利店拿着面包便当方便面，连加热都不用，就是一顿胡吃海塞。饭店面馆里面也没有人了，也没有饭，只有冰柜里的食材。吃也不挑剔，抱着生肉就啃，就像在啃冰棍。吃兴奋又快乐，一条街被他吃了个干干净净，仍然喊着饿。我就不行了，我是又累又困，眼都睁不开了，背着一鸣一步步的挪，像是行尸走肉。我恨不得直接躺地上就睡，却又不敢，因为身边还粘着一个堪比定时炸弹似的小怪物。我有时候也在想，我是不是太圣母心了？越是累，我脑海中就总是想起小天说的话，还不如现在把一鸣趁热给那杀了，自己还能活，就算死了也不亏。一直背个一鸣，我去哪都受限制，活下去的希望更减少了。但想想也只是想想，我不敢做，也不愿做。世界末日才开始一天，我还想多当会儿人，这里好奇怪。小天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怎么了？我硬撑着睁着眼，试图打起精神。小天疑惑地说：按理说世界失序，这遍地都应该是妖怪才对，可我们一路走来，一只妖怪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如果说一名小区人死完了是因为隐狼，那这边又是为什么？没有妖怪还不好啊，再说身边不就有一只吗？我说道，低头看了看身边正抱住一块生肉啃着的吃。小天更郁闷了，对，这孩子也奇怪，我感知不到他，而且附近一只妖都没有，偏偏只有他在这里。总之这整个区域都很可疑，你多加注意。说着，他忍不住感叹一声，我本以为世界失序，群妖觉醒，顶多就是秩序混乱，肆意屠杀，相互吞噬罢了。看来是我小看他们了，已经有妖开始布局，准备下棋了。下棋？我一愣，你不用考虑这个，你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既然有人想把这个世界完成棋局，那我们就做这棋盘上藏得最深的棋子。小天淡淡的说，话语中也带了几分期待。我懒得想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只想找个地方睡觉。看导航，我们前面几百米就有一个镇子，不走了，妈的，就算被追杀也得睡觉。我抬头看向远处黑夜中若隐若现的小平房，心中又萌发出了小期待，又耐着性子走了10分钟，终于到了镇子口的小桥。只要过了桥，前面就都是房子了。我难得心细，镇子里应该也没有人，找个房子先睡了。我实在是撑不住，但我刚这么想，小天的一句话让我心中一慌。不，这个镇子有人，还有一只是街的妖。我摇了摇头，管他呢，有妖我躺他怀里也得睡。说着我就背着一鸣牵着吃，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过桥。谁？可还没走2步，一声大喊打破了夜的寂静。我被吓麻了，心跳都不变了。我一脸麻木地看着从路边树林里钻出来的汉子，汉子抽着烟，拿着手电筒对着我照了照，从城区跑出来的。我很讨厌烟味，没张口，只是点了点头。汉子用手指弹了弹烟灰，又问：感染了吗？我一愣，防范意识挺强啊，
赶忙掏出手机给汉子看，我健康码绿码。汉子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我问你是妖怪吗？我明白了，赶忙摇头，不是，要是妖怪还能逃到这。心里庆幸还好自己体内的妖怪属于文职的那种，不会破体而出。汉子点了点头，又拿手电筒照了照吃吃，吃吃眼睛被照得难受，对着大汉龇牙咧嘴，要不是我牵着，估计直接扑汉子脸上啃起来了。汉子眼睛又一扫，看到了我背着的一鸣，眼神一亮，一鸣的白腿反射着手电筒的光，让汉子咽了口水。那他俩呢？这女的是怎么了？我赶忙解释，这个小女孩是我妹妹，不太懂事，背上的是我女朋友，太困了睡着了。您放心，我们都不是妖怪，城区太危险了，就想找个地方住一晚。汉子冷哼一声，你们这些城里人啊，平常看不起我们乡下人，现在出了事都往乡下钻，你不是第一个来的了，但还是一摆手，跟我走吧。我没说什么，赶忙跟上汉子。汉子的手电筒照着路，这个镇子其实也有路灯，但都没有亮，可能是因为太阳能的，2夜1天没有太阳，导致没电了。远处传来几声犬吠，草丛里满是虫鸣，清风吹着树叶，静谧安详的环境让我缓缓放下警惕，越发的困，眼神迷离。走着走着，前面的大汉突然一停，指向一栋2层小平房，你就先住那里吧，2楼有间空房，注意小声点，附近住的都是和你一样从城里来的人。我感激地点点头，谢谢。汉子一笑，谢啥？现在活着都不容易。说着叼着烟又往回走，那你就先进去住吧，我还得回去巡逻。我冲他摆手，辛苦了大叔，真好。我看着大叔逐渐消失在黑夜中的身影，感动道。之后我也迫不及待地走向小平房，终于可以睡觉了。可是我没看到那个大汉3步1回头，盯着一鸣的大腿喃喃道：“这逼小子真穷，身上一件行李也没有。不过他背上的那小妞真带劲，又可以享福了。”我放轻脚步走进小平房，果然1楼的几间房间都紧紧插上了门。我走上2楼，看到一个房间敞开，心中一喜，趁着手机灯光把一鸣在床上放好，然后揉着发疼的肩膀和脊椎，看向吃吃，把鞋脱了，睡觉吧，哥哥我不困，我只饿，你睡吧。吃吃满脸兴奋地爬上了房间里的一张竹椅上，一摇一晃的像是坐摇篮。我也无奈，随你吧，也许鬼本来就不睡觉。映着光，我把手放在一鸣挺翘的小鼻子下，感受到气息才放下心。我看着他白皙的小脸光滑泛光，修长的睫毛紧闭着，浓密的像把小扇子，轻薄的嘴唇有点发干，昏过去都这么好看，但太累了，心里已经一点邪念都没有了。我苦笑一声，倒头便睡。我看着一鸣的脸一点点地朝自己的靠近，能看到他白皙肌肤下细小的血管和侧脸的小绒毛，属于他的香味悠悠在鼻息飘扬旋转，让空气都有着甜蜜的味道。他的嘴唇微微前倾，柔软的双唇如玫瑰花瓣般娇嫩欲滴。我舔了舔嘴唇，有些局促，这不太好吧？一鸣没有说话，一把搂住我的脖子，胡说，草泥马胡说，哥哥醒醒！2个不同声音在耳边响着，好像还有人在晃着我的身体。我猛地睁开眼，强烈的窒息感潮水般袭来，我干呕着坐起，才发现自己的脖子上拴着一个红线，那条红线像是激光一样穿透了天花板，在黑暗中发着猩红的光，从天直直的落下，死死缠在我的脖子上。身边痴痴一脸着急的摇晃着我，不知所措。红线还像是活着的一般蠕动着，越缠越紧。我眼前一阵发黑，大脑因缺氧而疼痛，而且我好像还觉得自己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不断被这个红线吸取着。我死命的扯着线，但不知道是因为没力气了还是线太结实，那么细的一根线，我拼尽全力竟纹丝不动。旁边的痴痴看着我痛苦的干呕着，一着急直接上嘴，细密的小白牙一口咬上去，啪的一声脆响，线断了，呼呼呼，嗨！我大口喘着气，咳嗽着，还没等大脑恢复好，偏头一看，身边的一鸣脖子上也有一根。一鸣闭着眼，痛苦的闷哼着，脖子上的红线不断紧锁。我赶忙抱起吃吃，把它对准那根线，咬。吃吃也听话，一口咬下，红线应声而断。一鸣咳嗽几声，捂着脖子竟睁开了眼，看来窒息让他从昏迷中惊醒。他一睁眼就看到了身边的我，他扫了扫周围的环境，赶忙捂住了胸口。你想对我干嘛？还想掐我？我一脸无奈，指了指身边的吃吃，干了，该干的都干了。看这是我们的女儿，今年7岁了。一鸣听得出我话中的调侃意味，坐在床上冷静了3分钟。我相信这3分钟他内心一定不好受，因为他昏迷看的最后一眼是尹郎把爪子对向他，曾经最信任的人拔刀相向，这感受一定很痛苦。我以为他还要哭，都做好了哄的准备了，没想到一鸣只是轻叹了一口气，人心隔肚皮。没想到啊，他环视了4周，有些疑惑，我们没被尹郎杀死。我赶忙编了个理由，他其实没叛变，只是被更强的妖夺手了。他把爪子对向你，想必是神智未泯，跟体内的存在发生了矛盾与争执，我才有机会背着你一路逃到这边的镇子上。一听这话，一鸣眼睛一亮，你确定他是被夺舍啊？确定。我点了点头。一鸣欣慰一笑，我就说嘛，每个天师都肩负使命，永不退缩，怎么会变质呢？我知道他为什么笑，因为尹郎没有叛变，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还在，天师的信仰还在。他难得一笑，揉了揉我的头发，背着我不容易吧？辛苦你了。我嘿嘿一笑，还行，主要是平胸减了不少负担。一鸣顺手敲了我脑门一下，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你嘴是真欠啊，刚夸你2句就憋不住了。这时他才注意到站在床边的吃吃，好可爱的小妹妹啊。说着他就伸手想去摸吃吃的小脸蛋，吃吃毫不客气的一口咬了上去。一鸣疼得倒吸一口冷气，赶忙抽回手，他怎么乱咬人啊？我幸灾乐祸的笑了笑，路边捡的，一直缠着我。一鸣无奈的笑了笑，突然想到了什么，那我的脖子是怎么回事？还有那窒息的感觉。说着他看向了我和吃吃，一惊，你们脖子上也有勒痕，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才想起来红线的事，主要是一鸣醒来我也有点激动，把这事给抛一边去了。我赶忙趴到窗边去看，顿时一愣，一根根红线从暗黑天穹倾洒而下，
穿透过墙壁、窗户。不用想，那些红线的尽头肯定是缠在某个人的脖子上。这是怎么回事？狗天！这一幕属实震撼眼球。我愣愣地问小天，没好气，还有脸问？刚刚我叫你半天也不醒，妈的做春梦呢！我想起刚刚的梦，忍不住回头看了一鸣一眼，脸瞬间红起来。我那不是太累太困了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小天说：妖啊，来的时候我说的那个是接的妖，你不是说躺他怀里睡觉吗？机会来了。那时候我夸下海口是因为太困了，什么都不在意了。现在休息的差不多了，一听到妖还是接的，我就头皮一阵发麻。一根红线的尽头就拴着一条人命，那这漫天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红线，是多少条性命？我回想起自己被缠住时的感受，痛苦万分。如果不是痴痴帮自己咬掉，估计不用3分钟自己直接活生生被勒死。也就是说，3分钟图一个阵，这就是世界妖怪吗？看来自己一拖把敲晕的小男孩还是太小，没有挥发真正的实力。我也就想通了，为什么一鸣的小区为什么空无一人了？因为世界的妖怪就有这实力，那降级以上的妖怪1秒屠城不在话下，不能让这种悲剧在自己的眼前再次发生了。我打开门跑了出去，小天一惊，赶忙问：你现在出去干嘛？救人啊，能救一个是一个。说着我拍着隔壁的门，快醒醒，快醒醒！小天咬牙切齿，操，巴黎圣母院你盖的吧？我拼命拍着门，试图叫醒房间里的人。小天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很清楚是什么意思，骂我太圣母心。可是我18年生活经历和12年求学生涯让我接受的理念都是助人为乐，没有一本书一句话是告诉我见死不救是对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地方也就算了，我甚至不会去怜悯死者，但如果让我眼睁睁等着这群人死，我做不到。这不是小说电视剧，这是活生生的人命啊！我宁愿被骂成圣母，也无法去抛弃刻在骨子里的24字核心价值观。小天也没有再多说，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我做的对，而是他很清楚，三观这种东西没有对错，只是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世界变故发生的太快了，没有谁一夜之间就能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杀神，但总有一天会有一件事情会把我包得血淋淋的，让我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浴血重生。我拍得手发红发疼，但房间里面仍然毫无动静。我猛然想起，就算自己能把他们叫醒，他们也不可能挣开红线的束缚。砰砰砰，一阵阵空灵的脆响在空气中蔓延。我一惊，我看到那些红线开始崩碎，化为星星点点的荧光，漫天都是红色的星光。如果不是处在这个环境，我真觉得浪漫而美好。都死完了。小天轻轻的一句话，让我的心猛地一沉。我无力地扶着墙，长叹一声，生命的辉煌与消逝都在一瞬间。不怪你的，有很多事情不是伸出手就能改变的。跟出来的一鸣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柔声安慰。小天冷笑一声，蝼蚁的原著徒增悲剧罢了。顿了顿，他又疑惑地道：那只妖怪怎么走了？你这么大动静都没注意到吗？这里太可疑了，先撤。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垂着头走回了房间，去找吃吃。房间里，吃吃踩着板凳趴在窗边，看着外面夜空中漫天飞舞的红点，大眼睛里写满了惊奇与喜欢。哥哥快看，那是什么？好美！我很想告诉他那全是人命，但张了张嘴还是没说出来。即便他不是人，但对这么童真的孩子说出那种话还是太过残忍。我揉了揉吃吃的小脑瓜，那是萤火虫。吃吃一脸呆萌，萤火虫好吃吗？我被他可爱到了，忍不住一笑，好吃，以后再带你吃。现在我们要先离开这里。吃吃歪着脑瓜撅着嘴，怎么又要走啊？我叹了口气，因为又有妖怪盯上我们了。也不知道吃吃有没有听懂，只是乖乖地点了点头。一鸣也一脸警惕地环视四周。这个镇子周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妖气，但却感知不到妖怪在哪。我们没多做停顿，下楼准备离开。路过那一个个紧闭的房间门，我心里一阵发慌，因为我心里知道那里面全是一具具尸体。一鸣醒来了，就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压力，行动起来也变快了。很快我们就到了1楼堂屋，我刚要打开堂屋门，就听到外面一阵骚乱的声音。今晚上来了不少人，大丰收啊大丰收！那可不是，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包小包的，这不得是全部身家，哈哈哈，真爽啊！那群城里人带心眼看不起我们，但谁能想到他们累死累活一辈子，传的最后都落我们手里了。我们分头一个个房子搜啊，就看谁眼快手快了。哎，老吴，说好这是我的地盘吧，你往这来干嘛？哈哈，这老吴打了40几年光棍就好这一口，我们不管他，先搜值钱的。我一愣，我彻底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不是说整个村子都死完了吗？那怎么还有人的声音？而且听他们这些对话，似乎不怀好意。但来不及思考了，一个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显然有人在靠近这座小平房。我回头和一鸣对视了一眼，一鸣心领神会，点了点头。我拉着吃吃赶忙钻进堂屋的一个大桌子下面，房间里很黑，外面也黑漆漆的，不刻意去看的话很难发现他们。桌子下面有不少蜘蛛网。吃吃一脸不开心，但我冲他嘘了一声说躲猫猫，他就老老实实的不动了，一脸兴奋的盯着门。然后我探着头想关注一下一鸣藏哪，结果一鸣一波操作直接把我看傻了。他助跑2步，修长的腿对着门口的墙一蹬，一跃而起，手中短刃凭空而出，轻而易举地插入水泥铸成的墙壁上。然后他一手抓着刀，一腿蹬着墙，稳稳当当地挂在门后的墙上。不愧是天师啊，果然有一手。一鸣刚上墙，只听吱呀一声，门被打开了，一道光束直冲进来。我看到来者，顿时眼睛一张，满脸的不可思议。来者竟是那个在镇子口给我们引路的大汉。我还因为他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听刚刚外面那群人的对话，这个大汉似乎就是老吴。老吴拿着手电筒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一改原本的憨厚，脸上满是迫不及待与猥琐。他可能是没想过这栋平房中还有人活着，连检查都没检查，直接就摩拳擦掌大步走上2楼。啧，我的小宝贝，终于让我等到了，可馋死我了那大白腿。我眉头一皱，老吴口中说的大白腿
该不会就是一鸣吧？一鸣就在老吴身后的墙上，听着他的话，脸色也变得古怪起来。老吴急躁地冲上2楼，噔噔噔的脚步声能感受出他的急不可耐。我轻轻地从桌子下面钻出来，朝一鸣使了个眼色，一鸣也从墙上落下，从3米的高度落下，他竟悄然无声。我和一鸣蹑手蹑脚地跟着上了2楼，果然看到老吴一把推开原本我们住的房间，黝黑的脸因为激动都泛了红，他眼神炙热地盯着床，把手电放在一旁，迫不及待地脱下上衣，露出叠了好几层肥肉的肚腩和纠缠不清的黑胸毛，吼了一声，直接扑到了床上，我的大宝贝。然后激动的脸猛地一僵，因为他也能感受到身子下面的被子被自己压得瘪瘪的。他大眼一瞪，猛地翻开被子，空无一人。噗！虽然说现在笑出声很不道德，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谁？老吴一惊，慌里慌张地从床上爬起来，拿起手电对着门口一照，我和一鸣还有龇牙咧嘴的痴痴就出现在了他的瞳孔中。老吴看见我们3个就像是看见鬼一样，脖子猛地一缩，你们怎么没被吸魂？吸魂？我念着这个词，看来你知道的很多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一些问题，下一秒一鸣的刀就架在了老吴的脖子上，他雪白的额头上青筋暴起，说这里是怎么回事？他真是气炸了。一开始在门后藏着的时候还看不明白，一头雾水的，直到他看到老吴衣服一脱往床上铺的时候才明白过来，气得火冒三丈。还好自己没被红线缠死，要不然那真是死也不得好死。姑奶奶，别杀我，我就一个农民，我真的是被迷了心窍，贪图你的美色，是我狗眼迷了心，我求求你别杀我。老吴感受到脖子上一抹冰凉，吓得浑身乱颤，嗷嗷乱叫。我蹲在他面前喝问，别乱叫，真是人心隔肚皮啊！我一直觉得你蛮好了，我还感动个不行，看来你从一开始就打着我们的主意了。一五一十的给我说明白，这个镇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吴看着老实，但人不傻，眼珠子一转，又想哀求，我真的啥也不知道啊，平常就种地打工，求求。但他还没嚎完，就戛然而止，一鸣手腕轻轻用力，锋利的刃把他的喉咙割开一道缝，细小的血珠滑了出来。一鸣也很清楚，知道他想打什么主意，叫啊，继续叫啊，不就是想把人引过来吗？没关系的，只要我听到脚步声，立马你就人手分离。放心，这活我很熟练，不会疼的。疼痛让老吴意识到眼前这对年轻人不一般，起码这个大长腿不一般。他老实了，头上冷汗一个劲的冒。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哪个大学的女大学生会玩刀啊？我心想你可真是走运，你让我玩刀杀人我也不敢，但你偏偏遇到了个天师女大学生。一鸣眼神微微一眯，手都还没动，老吴就赶忙低声喊，别，我全说，我不喊了，你刀拿开，有刀我不敢说话。